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一念婚迟》故事解说。顾念看着眼前相伴1年的丈夫池玉，心中积攒已久的失落彻底落地。她主动开口质问池玉，是不是终于爱上了别的女人？随即直接提出了离婚。顾念的内心清楚，今天是他和池玉为期1年的契约婚姻到期的日子。两人专程来到民政局，目的就是办理离婚手续，彻底结束这段短暂的婚姻关系。顾念回想起1年前的今日，她满心欢喜，满怀期待地嫁给了丝毫不爱自己的池玉。这场婚姻的开端，只是为了给池玉病重的爷爷冲喜，而池玉是他年少时一直默默暗恋的学长。即便知晓池玉对自己毫无情意，当时的顾念依旧抱着天真的想法，他觉得只要自己全心全意对池玉好，事事体贴入微，处处迁就迎合，早晚有一天能够捂热池玉冰冷的心，打动这个心底没有他的男人。可经过1年的婚姻相处，顾念彻底醒悟，男人的心从来都不是靠捆绑和讨好就能留住的，越是紧握不放，流失的越快。面对顾念突如其来的离婚提议，池玉误以为他是情绪低落，随口出言关心，询问他是不是心情不好。顾念压下心底的酸涩，平静回应自己没事。池玉接着开口致歉，坦言自己让顾念等了很久，解释方才临时接到会议通知，实在推脱不开，才耽误了时间。谈及离婚后的财产分配，池玉表现得十分大方，告知顾念自己对分配方案没有任何意见，名下的几套房产已经全部过户到了顾念名下，这些资产足以让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顾念平静接受了池玉的安排，还淡然感慨，池玉挑选的离婚日子十分合适，此刻民政局的离婚窗口没有任何人排队，两人可以直接办理手续。池玉看着神色淡然的顾念，一语道破他的心思，直言自己清楚顾念从1年前嫁给自己，走进民政局的那一刻，心底就一直盼着离婚，如今心愿达成，他理应感到开心。说完这番话，池玉认真询问顾念是否带齐了所有办理离婚的证件，确认无误后，静静等候办理流程。顺利办完离婚手续后，池玉看着恢复单身的顾念，真诚送上祝福，希望重获自由的他，往后能够遇见真正合适、真心待他的人。话音落下，池玉留意到时间已经到了午饭时段，知晓顾念还没有吃饭，便主动提议两人一起吃顿饭，当作告别。顾念心中满是意外，他没想到向来冷漠疏离的池玉，竟然会记得自己的吃饭时间。短暂思索后，顾念答应了池玉的邀约。在他看来，这一顿饭算是体面的散伙饭，用来纪念这段从未真正开始、无疾而终的婚姻。他还半开玩笑地询问，这顿饭是否由池玉请客。池玉听闻顾念的问话，带着几分无奈调侃，自己分给了他巨额财产，他如今身家丰厚，居然连一顿饭都要斤斤计较。顾念坦然回应，自己没有手艺，没有正式工作，更没有稳定收入，往后只能独自生活，必须精打细算，省着花钱。进入餐厅点餐时，顾念直接勾选了菜单上所有最贵的菜品。服务员见状十分诧异，出声向顾念确认点餐数量是否有误。顾念没有多余解释，只是淡定示意服务员照常下单即可。用餐途中，顾念终于问出了藏在心底许久的问题。他疑惑地向池玉询问，是否从来没有好奇过自己当初为何执意要结束这段婚姻。池玉神色平淡地回应，人这一生只需做好当下该做的事，去爱值得爱的人，其余的琐事和杂念都无关紧要。池玉随即反问顾念离婚后的未来打算。顾念坦言，全城的人都知晓他和池玉的婚姻只是为了给老爷子冲喜，这段荒唐的婚姻一直让他活在旁人探究、鄙夷、议论的目光里。如今婚姻结束，他只想暂时离开这座城市，去从未去过的地方散心治愈自己。同时他向池玉承诺，等到老爷子100日祭的时候，自己一定会准时回来。池玉听完顾念的规划，贴心告知他，往后若是遇到任何难处，都可以联系自己的特助子豪，让子豪帮忙处理。顾念爽快答应，笑着表示往后会不客气的麻烦子豪。随后顾念暗自感慨，自己和池玉的相处向来疏离，婚前共处一室都无话可谈，如今离婚分开，更是没了交集的必要。用餐结束后，顾念主动提出将桌上未吃完的菜品全部打包。服务员对此十分诧异，表示自己从业以来极少有人来高档餐厅吃饭还要打包剩余菜品，但还是按照顾念的要求照做了。收拾妥当后，顾念再次提起心底的疑惑，追问池玉当初明明知晓这场婚姻是为了冲喜的荒唐缘由，为何当初会毫不犹豫答应娶自己。池玉起初直白回应，答应结婚是因为爱他，而且是深爱。在顾念为之动容时，他又立刻改口，调侃最初只是觉得顾念长相好看才同意成婚，后来才发现容貌出众的人数不胜数，顾念也并非独一无二。顾念听闻池玉这番直白又伤人的话，无奈吐槽他依旧小心眼，
嘴上从来不肯吃半点亏。而此刻的池玉内心已然陷入了沉思，他开始复盘自己和顾念的婚姻走向，思索两人为何会走到离婚这一步。池玉在心底暗自回想，当初在病重的爷爷面前，他选择偏向顾念，答应这场冲喜婚姻，其实是自己对压抑束缚的家族生活做出的唯一一次反抗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场反抗彻底改变了顾念，彻底弄丢了那个原本开朗活泼的姑娘。婚后1年，顾念在池玉的家人面前永远小心翼翼，面对池玉更是百般讨好，极尽温柔。池玉说没有时间度蜜月，顾念毫无怨言。池玉深夜加班不回家吃饭，顾念也从不吵闹抱怨。长久以来，池玉一直分不清顾念的包容和沉默，是全然的不在意，还是习惯性的隐忍。他清晰记得，婚后的顾念永远只会默默配合自己的所有安排，活得毫无自我，格外卑微。也正因如此，顾念在面对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时，才会这般干脆利落，毫无留恋地选择放手放弃。思绪回过神，池玉对着身旁的特助子豪吩咐，此前为顾念置办的所有房产、资产都已全部落实到位，两人可以正式离开餐厅。走出餐厅后，池玉看着手中崭新温热的离婚证，依旧有种不真实的恍惚感。他立刻让子豪帮忙预定出行的机票和酒店，越快越好。想要找个地方散心排解心绪，直言金钱和时间都无需顾虑。子豪打趣询问池玉想去的目的地，提议可以去山清水秀、帅哥众多的地方放松，反问他难道想去荒郊野岭独处吹风？池玉默许了子豪的提议，让他自行安排妥当。子豪继续调侃，离婚后的情绪需要主动发泄，被动放松毫无意义。池玉却暗自心想，自己虽因离婚心生烦闷，但还不至于放纵堕落，无需刻意用出格的方式排解情绪。另一边，独自散心的顾念来到一家休闲场所，主动向店员索要菜单点餐。看着眼前的环境，顾念暗自释怀。他终于明白，池玉不喜欢自己，从来都不是自己的问题，只是两人本就不合适。与此同时，池玉也来到了休闲娱乐的场所，身边的合作客户热情劝酒，不断劝说他放下工作，好好放松，声称喝酒才能体会休闲的乐趣。客户围在池玉身边说笑，可池玉的心思早已飘忽，脑海中反复浮现出顾念的身影。他满心疑惑，为何彻底离婚解脱后，自己反而越发频繁地想起顾念。池玉察觉心绪纷乱，以酒水不合口味为由，打算更换场地。途中，他撞见有人试图强行纠缠顾念，对他图谋不轨，当即出手制止，化解了顾念的困境。等顾念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家中，而池玉就在身边。顾念满心疑惑，询问池玉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，自己又为何会突然回家。池玉神色冷淡地告知顾念，若是自己没有及时出现，他此刻大概率已经被人拐走，陷入危险。随后，池玉带着几分质问，询问顾念出现在那种鱼龙混杂的场所，是不是也想主动结识异性？顾念瞬间清醒，连忙和池玉拉开距离，直言自己结识的人比他年纪更小，更加贴心。池玉见状，厉声制止顾念的话语，严肃质问他是否清楚自己当下的所作所为。顾念情绪涌上心头，直言自己已然离婚，拥有自由的权利，还调侃所有男人都偏爱新鲜和刺激，池玉也不例外。池玉闻言，语气带着问责，指出顾念上午才刚刚办完离婚手续，晚上就放纵自己，这般行为十分不妥。可即便心中存有芥蒂，两人依旧在暧昧的氛围中突破了界限，度过了荒唐的一夜。事后，顾念满心感慨，自己一时冲动，做完了买醉和一夜放纵2件出格的事，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，也满心懊悔。次日，子豪联系顾念，告知已经按照他的要求订好了次日早上7点飞往南城的机票，完全贴合他越快出发越好的需求。顾念确认航班信息后，让子豪将具体信息发送给自己，心中暗自期许此次远行不知多久才能归来，希望等自己再次回到这座城市时，能够彻底放下对池玉的执念。出发之前，顾念特意前往墓园祭拜池玉的爷爷，他对着老人的墓碑轻声诉说，自己一直记得当初是爷爷将池玉托付给自己，如今他和池玉已经正式离婚，希望爷爷不要怪罪池玉。顾念坦言，和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共度一生是一件无比煎熬痛苦的事，如今离婚的结局对他和池玉而言都是最好的解脱。顾念离开墓园后，主动联系池玉道别，告知池玉自己次日就要离开南城，往后不知何时才能再见，特意前来告别。池玉语气平淡的回应知晓此事。待顾念挂断电话后，他独自心绪纷乱，暗自嘀咕，不过是失去一个女人，自己根本无需心虚，可心底的不舍却愈发浓烈。他心底清楚，自己对顾念的心意从两人离婚的那一刻开始
才真正肆意疯长，彻底失控。池母察觉到儿子的情绪变化，叮嘱池玉天色已晚，次日还要出差，需要尽早休息。随后，池玉母亲暗自感慨，直言顾念徒有好看的皮囊，根本配不上自家儿子，只有青青才是和池玉最般配的人。他认为连自己都觉得压抑的家族环境，常年让顾念身处其中，定然毫无快乐可言。随后，池母主动联系青青，告知他池玉已经和顾念离婚的喜讯，打算等池玉出差归来，就安排两人见面相处，撮合二人的婚事。另一边，即将登机的顾念在机场等候，工作人员贴心询问他需要什么饮品，顾念随口点了一杯加冰可乐。看着眼前的机票，顾念心中感慨，这是子豪帮忙预定的航班，机缘巧合之下格外凑巧。他清醒的知晓，池玉纵然万般优秀，惹人倾心，可他的温柔和美好从来都不属于自己，这份心动从始至终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在机场候机时，一名名叫宁璇的年轻男生主动上前，夸赞顾念容貌出众，想要添加他的联系方式。顾念有些意外，确认对方是觉得自己好看才主动搭讪后，欣然同意了对方的好友申请。通过好友后，顾念暗自回想过往，从前自己和池玉共处时，即便有旁人向自己搭讪，池玉永远无动于衷，毫不在意。他早已习惯了池玉的冷漠。如今两人彻底分开，池玉的情绪、身边的人和事都早已与自己无关。顾念感慨自己和池玉的婚姻，开始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，结束也没有干干净净的道别，全程潦草又遗憾，连一场体面的告别都未曾拥有。他想起两人结婚之初，全网都嘲讽他是普通土鸡高攀豪门凤凰。如今短短1年婚姻落幕，可想而知网络上会掀起怎样的嘲讽热潮。但顾念很快调整好心态，他如今有钱有闲，状态自由，已然活成了最好的模样，无需再为过往的感情内耗。抵达目的地后，顾念再次偶遇了机场搭讪自己的宁璇。宁璇十分惊喜，感慨两人缘分颇深，随口询问他是否是独自出来毕业旅行，家人是否放心。顾念淡然自嘲，自己没有真正的家人，收养自己的父母算不上至亲，离婚的前夫更是形同陌路，无人牵挂，无人管束。宁璇见状主动邀约顾念喝酒小聚，顾念欣然答应。闲聊中，顾念得知宁璇酒量极好，还在酒吧工作。宁璇热情邀约他日后有空可以去自己工作的酒吧做客，两人相谈甚欢。期间有陌生男生上前搭讪顾念，宁璇直接当众宣称顾念是自己的女朋友，帮他解围。顾念心中感慨，假装陌生人和毫无交集很容易，可要真正做到心如止水却格外艰难。宁璇为方才擅自冒充她男友的行为道歉，顾念毫不在意，表示旁人的流言蜚语根本无关紧要。不远处的池玉将这一幕尽收眼底，身边的下属低声感慨，顾念容貌气质绝佳，轻易就能胜过旁人，疑惑池玉为何不为所动。池玉冷淡回应，不过是空有皮囊而已，言语间满是口是心非。同行的合作伙伴察觉场地嘈杂，提议换一处安静的地方交谈，夸赞池玉是妥妥的工作狂人，即便外出放松也心系工作。池玉坦言，自己若是单纯想要放松，大可留在酒店休息，此番出来参与邀约，终究是为了工作应酬。伙伴听闻后便不再打扰，自行前往别处，让池玉独自休息等候。池玉独处时，恰好撞见散心的顾念，两人再度相遇。有人打趣顾念，是不是因为自家老板池玉沉迷温柔乡，将他冷落赶出，才独自散心，还调侃他是否依旧心系池玉，暗自吃醋。顾念立刻否认，直言自己绝不会再为池玉驻足，整片森林可供选择，没必要执着于一棵歪脖子树。他还清醒点评，旁人看似殷勤的示好未必真心，像池玉这般道貌岸然的冷漠之人，也绝非良配。成年人早已看透感情中的利弊与虚假。就在这时，子豪拨通了池玉的电话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两人的对话尽数落入池玉耳中。顾念察觉池玉早已在场，瞬间尴尬不已，简单和子豪交代几句后，便匆匆或宁璇道别，转身离开。看着顾念离去的背影，池玉心底越发清晰。离婚前的顾念永远安静温顺，小心翼翼，甚至刻意讨好迁就自己，那副卑微的模样从来都不是最真实的他。而此刻洒脱自在、肆意生活的顾念，才是他原本的样子。顾念离开后，连日饮酒散心的后遗症突然发作，常年的胃病骤然复发，剧烈的腹痛让他难以忍受。酒精没能消解心底的愁绪，反而勾起了陈年旧疾，让他身心俱疲。短短数日的离婚生活，让两人彻底体会到离别与沉默最为残忍。那些无法宣之于口的深情与遗憾，终究只能藏在心底，化作无尽的唏嘘与不舍。